男人在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间看见穿古装的女生正准备向对面跑去，而这时刚好有辆车疾驰而来，情急之下，男人只好将车挡在女生面前，避免这次事故的发生。可这一举动却让女生产生了误会。怎么开车的？男人心想，茫茫人海，两人不可能再见，没必要事事都做解释驱车离开，这让准备去面试直播推广的女生错过了面试时间。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时，刚好走过两个女人在讨论今天的面试，其中一个人打算放弃，为了找到工作为母亲看病。女生嬉皮笑脸恳请对方把号牌给她，哪知到了面试环节，面试官竟然是之前的男人。这不是刚刚在路上差点开车撞了我的那个人吗？心虚的他为了工作还是坐了下来，看着办公桌上的摆设，每一样物品都是成双成对，这让女生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是什么奇怪的爱好？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条件？是问我直播带货的数量要求吗？然而让他不知道的是，他争取来的面试名额其实不是直播推广员的岗位。好，就是你了，从现在开始24小时跟在我身边。兴奋被录取的女生还没高兴几秒，突然察觉不对，问男人为什么要24小时在一起。我每个月付你5万的月薪，让你24小时服务，有问题吗？你难道是想要包养我？男人略显尴尬地说差不多。得知情况的女生立刻起身反驳，自己是来面试推广主播的，不是来这里陪你玩的。这让男人有些疑惑，因为他此次面试的目的是找一个合约女友哄奶奶开心，结果又是糟心的一天。随后准备出门的他，怎料再次碰见迷路的女生。我怎么到地下车库了？我明明按的是1层啊！太过闷热的女生刚好来到男人车前，看四下无人，准备在这里偷偷将衣服换掉。殊不知不远处有个监控，为了不让女生曝光，别动！喂！如果明天会是好天气，一跌一撞刚好吻在一起。这次起身后，男人为了不被对方误会，连忙解释这里到处都有红外监控，所以是想提醒他。可害羞的女生不等他解释完，气冲冲拿起背包离开。然而他们吻在一起的画面已经被监控拍下。女生面试失败，正愁没钱给母亲看病时，刚巧一旁有个女人故意碰瓷豪车，这可吓坏了车里的老人。随后女人在地上嚎啕大叫，引来众人围观。明明是你自己撞上去的，你太耍无赖呀！可女人死活不承认，抱住对方让他们赔钱。而这时一旁的女生若有所思地看向手机，随后来到事故现场假装直播。干嘛呀你？我直播呀，刚刚全程我都记录下来了。听到女生还要报警，碰瓷的女人赶紧起身悻悻离开。这一幕被富豪奶奶看在眼里，并向她表示感谢。看着女生离开的背景，她略显失落，对着随行的司机说，要是自己的孙子能找到这样的女友该多好。不仅人美心还善良。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回到家后就收到一条信息，竟是孙子亲吻的画面，这让老人开心坏了，终于看到孙子有女友了。盼了这么多年，就想着西城啊，早点找个女朋友成家，给我抱重孙子。就在他们放大照片欣赏时，奶奶忽然发现，这个女生不就是刚刚帮他们解围的那个吗？这让老人喜出望外。刚巧西城工作回来，奶奶就迫不及待把照片给他看，大吃一惊后表示不认识，只是有一面之缘。而奶奶却说，我要不让司徒盯着你，你是不是想一直瞒下去？紧接着奶奶假装不舒服，来激将西城把这个女友带回来。于是西城安排助理司徒调查出女生的信息，说当天她并不是6号面试者，应该是走错了场地。不过好在根据后面显示的一个字，查出来她叫贺锦熙。可一些烈兴趣爱好和痴迷的品牌收集癖好，让西城感觉和本人有点不符。你确定这个人是他？难道不是吗？你看，西与照片一模一样啊。然而西城的感觉是正确的，他要找的人其实叫苏妍希，和贺锦熙是双胞胎姐妹，两人性格截然相反。贺锦熙不但嚣张跋扈，还欠下高额欠款，脸部也出现过敏反应，需要到国外立刻治疗。可现在的他是分文没有，债主也发出了威胁，无路可走的他刚好接到西城电话，莫名其妙的锦熙按照约定见面，才知道对方要找个合约女友以及公司线上推广。为了解决燃眉之急，锦熙便爽快答应这次合作，但前提是提前拿到一部分钱。迫切想到安抚奶奶的西城也答应了。随后左思右想的锦熙才明白他们要找的人应该是苏妍希，弄巧成拙到自己身上。为了事情不败露，还能拿这笔钱整容，于是多年不见的锦熙找到妹妹，希望妍希假扮自己成为西城的合约女友，并用苦肉计说自己脸上的伤，还有催债的威胁。加上妍希也正愁母亲的医药费，于是同意锦熙的请求。随后锦熙拿出一张房卡，顾西城现在应该在这里的，快去吧。他怀揣着不安来到约定房间，这时门突然打开。你知道了。
为了让奶奶早点抱上重孙子，男人花1个亿签了合约女友，当晚就让他拿着房卡过来找他。内心忐忑不安的妍希来到门口，一下就被霸总拉进房间。原来是西城为了不让奶奶察觉两人之间是假情侣，打算在今晚把各自的喜好优缺点统筹下来，让彼此牢牢记下。结果妍希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个人资料就写了1页，西城竟写了10几页。这么多？你是什么老板啊？怎么写个个人爱好写这么多？而且西城还提醒他，这些都要牢牢背下，如果在奶奶面前露出马脚，那么合约就算作废，你1分钱都拿不到。威逼利诱下，妍希只好做着10几年都不爱的背诵。隔天准备离开酒店的他，刚巧碰到西城也在电梯里面，而他却示意妍希不要上来，可妍希没能理解，原来是奶奶也在这里。就在妍希想起是昨天那个奶奶时，西城突然喊了声奶奶。妍希这才知道，原来她是西城的奶奶，迫不及待想要抱孙子的奶奶提出让妍希搬过来住，看西城辩解不怎么答应，就赶紧假装不舒服。最终西城只能答应，可妍希却不同意，说合同上也没写和你同住。但合同里非常清楚地写着，关于甲方因不可抗力因素提出的意外条件，乙方有无条件配合的义务。还有这种条件啊？贺锦熙，这次要被你害死。回到家的妍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好朋友，朋友也不吝啬，拿出他常年防身工具给他。而这时妍希接到姐姐锦熙电话，说要带母亲去国外治疗，即刻出发。不等妍希拒绝就挂断了电话，焦急之下他赶紧出门打车赶往机场，怎料途中遭遇车祸。慌张的男人下车查看情况，发现后排昏迷的女生，当即将她送往医院。好在只是轻微碰撞，没有大碍。醒后的妍希发现是有一面之缘的博雅，不过好在对方没有认出她。我叫傅博雅，医院刚刚说要联系你的家人，所以情急之下，我就从你的包里取了身份证，擅自翻了你的东西，实在抱歉。由于替锦熙假扮合约女友，所以妍希包里的身份证也是假扮锦熙的。然而这时朋友得知妍希车祸，火急火燎来到医院。苏妍希，你怎么回事啊？苏妍希啊，你为了身份不被发现，妍希赶紧打眼色，朋友这才明白有外人在，才慌忙改口，紧接着让朋友马上带自己离开。谁料同样接到电话的西城也来到医院，刚巧看见妍希被博雅扶的画面，而俩人又是个看个不顺眼的那种，西城更是说这是自己女朋友，不用他来操心。正准备带走妍希，结果博雅一把抓住。孙子带了个女友回来住，奶奶为了早点抱重孙子，特意安排管家煲了锅鸡汤，又在里面加上药酒。随后满怀期待来到妍希这边，叮嘱她一定要等西城回来一起喝。可让奶奶不知道的是，眼前的未来孙媳妇其实是西城1个亿签下的合约女友，甚至为了让奶奶不起疑心，还特意带着妍希来拍婚纱照。没想到妍希的古装形象直接让西城对她产生好感，在工作组的用心撮合下，局促难安的两人拍下了最生动逼真的合影。更让奶奶喜出望外，信以为真，于是便煲了汤加上料给他们喝。然而香喷喷的美味让妍希一时没把控住，还未等西城回来就将一锅汤喝完了。紧接着他开始脑袋眩晕，全身发热。而这时西城也刚好回来，看着妍希神神叨叨做着奇怪的动作，才意识到是汤里面有问题。还是热，我要脱衣服。顾旭成，你不热吗？我来帮你。不要，不，来，我来。紧接着迷迷糊糊的妍希因为一个人喝完了鸡汤，导致摄入的药酒力度过大，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一觉醒来已经是第2天中午，惊醒的她查看了身上衣物，没有因为奶奶给的汤而犯了不该犯的错。也正因为这一次，妍希一整天都不敢吃奶奶给的东西。到了晚上实在太饿的她决定煮点东西来吃，可无奈身高是个硬伤，东西没拿到，反倒差点砸了自己。好在西城出现化解危机，为了在喜欢的人面前展现，西城围上围巾，拿出10年磨练出来的本领，看得妍希自愧不如。很快香喷喷的海鲜米粉完工，而就在妍希准备动筷子时，你不陪我一起吃吗？我从不吃宵夜。于是妍希好奇地问他，既然你不吃，为什么还要做2碗出来？这时他想到西城的癖好，不管什么东西摆放都必须是2个。疑惑的他便多问了几句，结果西城却突然发火，这和你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吗？
随后生气的离开，留下妍希不知是好。就在他返回卧室准备休息，朋友安安打来电话求助，原来是在酒吧和司徒喝多了，为了不打搅西城，妍希便悄悄离开。可走后没多久，西城就过来找他，这才发现人不见了，以为师生自己气离开了，便赶紧打电话让司徒去找。怎料在电话那边听到妍希的声音，此刻的妍希正准备带两人离开，有个男人误把他当成了锦溪，说什么都不让他离开，还说给他送了那么多东西，今天一定要陪自己喝几杯。妍希也知道是双胞胎姐姐锦溪惹的祸，面对男人的威胁不知是好。就在这时，西城刚好赶来，并略显身手，提醒对方不要动自己的女人。走！我的女人你敢动？化解危机后，便带妍希回去，结果不经常穿高跟鞋的他，把鞋跟插到了缝隙里，还故作镇定让西城先去开车。已经对他产生好感的西城走到他身边，温柔地将他抱起。女生收到其他男生送的鞋子，结果刚好被男友发现。什么东西啊？原来是劲敌博雅送的。而自从那晚之后，西城已经发现妍希并不喜欢穿高跟鞋，于是早就给她准备了一鞋柜的平底鞋。那天晚上我说过，你以后所有的鞋，我都会给你买。随后亲手将鞋子给他穿上，还叮嘱道以后不需要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比如穿磨脚的高跟鞋。于是在西城的关怀下，妍希也开始慢慢对他产生好感。隔天一早就把博雅送的鞋子还给他，而实际早在很久以前，博雅和妍希就认识，加上刚刚妍希为他挡水的举动，博雅就猜到他不是锦溪。妍希，竟然真的是你，为什么伤害南宫的人偏偏是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大家不受到伤害？这天，妍希和安安正在直播，西城和司徒便凑在一起，各自欣赏喜欢人工作的模样。就在他们聚精会神欣赏时，秘书突然进来汇报工作，这把西城他们吓得不轻，赶紧端正好姿态，不要被发现。原来有个德国客户明天要来，哪知就在这时，手机直播突然投屏，西城赶紧站到电视前解释这是为了工作。明眼的秘书也秒懂，赶紧带员工离开。晚上，西城告诉妍希，明天有个客户见面，得知他以前在德国留过学，便让他去当翻译官。去德国的是贺锦熙，不是我。为了不暴露他和锦溪调换身份，妍希只好找各种理由推脱，结果都被西城驳回。无可奈何的他最终想到一个办法，于是当天晚上他在耳边塞了个翻译耳机，用蹩脚的发音在一旁翻译。不过好在对方能听懂。就在他窃喜之余，不小心将耳机掉落在地上。你东西掉了。什么？你看错了。没有翻译的辅助，妍希一时不知是好。怎料这时博雅刚好出现，化解了他的危机。原来博雅是客户请来的顾问。会谈结束后，博雅找到妍希，将掉落的耳机还给他，问他为什么假扮贺锦熙。不想承认的妍希打算离开。我刚刚要是再晚来一步，你不会德语的事情就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苏妍希。眼看博雅已经猜到自己的身份，妍希也不再隐瞒，但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博雅很想知道内情。就在妍希想要吐露实情时，西城刚好过来，准备就这样带她回家，结果被博雅拦下，还说妍希是自己的好朋友，不可能就这么让你带走。怎料让西城醋意大发，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她是我的未婚妻，所以我带我自己的女人回家，根本用不着你管。女生陪霸道总裁参加慈善晚会，怎料发现拍卖品中出现母亲给自己的项链。天使之泪？怎么会是天使之泪？西城不明所以的问他怎么回事。这是我妈妈的项链。原来就在昨天，西城将准备的赠品项链交给妍希保管，说明天拍卖会的人会来取。妍希便将项链放在第二格抽屉内，母亲的项链则在第一格。结果隔天管家来取时，妍希只是说在梳妆台的抽屉内，于是不知情的管家拿错了盒子。一定是取项链的人拿错了，才会把妈妈的项链当成了拍品。而了解事情的面貌后，西城才知道，原来很久以前遇到的那个女孩就是年幼时的妍希。从那时起，自己就喜欢上了她。于是西城安慰她，自己会把她再拍回来。结果没想到的是，展示拍品的人竟是自己的前女友，也是这次的主办方南宫琉璃。可西城并没有留恋过往，毅然决然举起牌子，28万，28万。博雅也不甘示弱，直接喊出40万。妍希害怕价位被抬高，赶紧告诉博雅这项链对自己很重要。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你如果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它拍下来。好，送给顾总您出价。于是就这样双方争执不下，一路下来从最初的20万飙升到280万，280万。最终有西城拍下，台上的琉璃以为是因为自己，西城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西城，好久不见。
感谢你对我慈善晚会的支持。这条项链，我把它拍下来，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一个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而这时琉璃想到的人就是自己，因为曾经他们相爱过。可结果西城喊出的名字却是别人。在万众瞩目下，妍希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台上。随后西城不顾琉璃的感受，将项链从她身上取下，走到妍希身边。这条项链，我想把它送给你，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陪我度过了很多难关。我希望以后的时光，我能陪你一起走下去。面对西城的告白，妍希不知是好，任由对方为自己戴上项链。你什么都不用管，眼睛看着我就好了。为了睡个好觉，女生直接扑倒在床上，不顾形象地说：顾总，自从住进你家，我天天就睡那张沙发，睡得我腰酸背疼腿抽筋的，就差贴一贴签痛筋骨贴了。无论如何今晚都要睡床上，于是西城便给他一次机会，石头剪刀布定输赢。结果妍希一开始就耍赖，说他出的太慢，自己才会输给他。石头剪刀布，3局2胜，再来。而每次都只会出布，眼瞅妍希不罢休，又猜到他只会出布，于是这次西城故意放水出锤子。属于我了。殊不知这是西城让给他的。隔天西城走进办公室，当场就发现不对劲，台面上对称物品的方向被改变了，而且还多出来2瓶花。就在司徒准备去调查时，是我，原来是琉璃被聘请到他们公司担任新品研发。是花园 HR 们请猎头公司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我从国外请回来的。自以为是的表述对西城来说并没有什么波动，只是让他做好本职工作。一心想要和西城和好的他也没能得到友好回应，于是他拿出自己的珍藏设计，以为这样可以挽回点什么。结果西城并不稀罕。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没有必要。我再提醒你一句，我现在不辞退你的原因是因为行政花了很大力气把你挖过来，说明你在工作方面一定很有实力，并提醒他以后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其他事情不要去想。紧接着又让他把花带走。另一边，妍希受奶奶之托，把煲好的汤带到公司给西城喝，却发现办公室里没人，一时分心的他不小心将文件夹滑落，幸亏西城及时出现。准备喝汤的妍希才发现只带了一把勺子，本以为西城会介意，没想到直接忽视打算一起用，抓着他的手盛起一勺汤，放到自己嘴边将其吹凉，紧接着喂到妍希口中，恩爱的样子属实像一对热恋的情侣。我用过的。就在这时，不甘心的琉璃出现，假借工作为由打断2人恩爱时光，并当着妍希的面说自己是西城很要好的老朋友。不等西城向妍希解释，琉璃就赶忙离开，这让妍希醋意大发，起身匆忙走开。从没见过这么心机的前女友，为了夺回西城，他故意在2人恩爱时过来汇报工作，其目的就是让妍希知道自己不仅在西城的公司上班，而且和他关系非同一般。这让妍希一时醋意大发，不等西城解释，匆忙离开。而这时西城的奶奶也通过网络平台看到孙子和琉璃传出重归于好的消息，好在他内心的孙媳妇认定就是妍希，并清楚知道这消息肯定是来者不善的琉璃放出的，于是做出了以下决定。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现在不能只是在家里待着了，你去花园上班。啊，我就是你。明智的奶奶让妍希24小时看着西城，让对方无孔可钻，并当天让妍希去公司报道，成为西城身边的贴身特助。结果就发现琉璃也在这里，而这次妍希没有示弱，在和对方针锋相对下，专挑琉璃的痛处下手。不仅说慈善晚会上西城为他拍下最喜欢的项链，而且还代表西城回话：不谢不谢，顾总是为了慈善受益的小朋友，又不是为了南宫小姐。琉璃也只能识趣暂且离开。等大家都离开后，顾总，以后我们就要24小时贴身在一起啦，你不要嫌弃我哦，做任何事情我都会陪你的。
西城表面惊恐不安，实际内心开心的不得了。而这时他刚好要去见客户，询问妍希要不要一起。没想到妍希说她的专属车坏了，只能坐公交前去。思想斗争后，西城生平第一次挤公交，拥挤的公交内晃来晃去，却是他和妍希最紧密的接触。不久，他们就抵达目的地。就在妍希为他整理衣服时，突然有辆车疾驰而来。顾总小心！妍希的好心却本能反应把西城当作了挡箭牌，地面溅起的水花完完全全喷在他的衣服上。而此刻反应过来的妍希才意识到好像救错了方向。顾总还好吗？你觉得我还好吗？所幸有钱人的生活就是朴实无华，只要有卖衣服的地方，随时都可能是自己的衣帽间。隔天，妍希穿着一身正装，拿着咖啡在西城面前晃悠，送咖啡是假，让他欣赏自己是真。这时，耍心机的琉璃前来，为了不让妍希贴身陪着西城，他故意夸赞妍希，希望他能到研发部来，这可是公司的核心部门。但西城知道琉璃没安好心，不打算让妍希过去。可妍希却想趁此机会来了解琉璃，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招，于是便答应了这个提议。总裁女友隐瞒身份来公司上班，结果不到1小时，霸总就担心女友工作不顺，带着甜点偷偷过来，哪知正好被心机女看见。顾总，你今天怎么突然有空来研发部了？一向在员工面前孤傲的西城，便借口说刚吃完饭运动一下，不巧手上的三明治被琉璃看见。你怎么知道我饿了？想不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吃火鸡胸三明治，谢了。西城本想解释，但又开不了口。然而这一举动却让妍希十分不爽，气冲冲消失在两人面前。西城打算去追，结果琉璃故意以工作为由喊住，而这也正中琉璃的计谋，不仅让他对西城产生误会，同时又能让公司员工以为西城特意为自己买午餐。这还没完，作为研发部的老大，琉璃故意让没接触过设计的妍希在今晚完成设计草图，结果让他吃惊的是，妍希在这方面很有天赋，独特的设计稿让琉璃萌生想法，决定今晚和他一起修改一下。而这时西城刚好打来电话，琉璃便故意大声喊出西城的名字，让一旁的妍希加深误会。实际是西城看这么晚妍希还在加班，便提醒琉璃他还需要适应，不要安排太多工作给他。结果琉璃恶人先告状，说妍希这个人工作粗心，做什么事情丢三落四。可西城并不想听这些，让他好好照看妍希。随后心生怨恨的琉璃便抢过妍希正在微调的设计稿，让他回去休息自己来做。哪知隔天研讨会上，自己辛辛苦苦设计的方案竟然成了琉璃的嫁衣，这让妍希一时有点坐不住了。一旁的西城也看出什么，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是的，顾总，这4套设计都是我的灵感创意。更是厚颜无耻地说自己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现场妍希并没有揭穿他的伪装，而是到了会后质问他为什么要盗用自己的设计。结果琉璃却告诉他，我们都属于研发部的一员，每个人都为了这次设计呕心沥血，如果我只提你的名字，那么别人会怎么想？虽然这次设计灵感来源于你，但稿件我也有和你一起修改啊。可妍希不这么认同，既然是谁想出来设计出来，那么就应该提起是谁，这样才会公平。而这时西城刚好经过，却不听妍希说设计稿是他做的，便打断他的叙述，匆忙离开。一肚子气的妍希请假出去放松，刚好被博雅看见，而博雅追出去，又刚好被司徒发现，于是司徒赶紧来找西城。你和老板娘到底怎么了？她和傅博雅出去了。听后的西城强装镇定，等没人后一个劲的电话联系他，结果怎么都没人接听，一直到了晚上才打通妍希的电话，发现博雅还在身边。一气之下的西城同意晚上和琉璃共进晚餐，谁料4人竟在同一家餐厅相遇。霸道总裁跟女友闹矛盾，结果1天未见的2人竟在同一家餐厅相遇，并且身边都有个异性朋友，这让2人的感情问题更加白热化。然而这次相遇并非偶然，而是心机女琉璃所为。她先是夺取妍希的创作灵感，让西城和她闹矛盾，紧接着在司徒汇报问题时得知妍希和博雅在一起，于是通过这次机会成功邀请到和西城吃晚餐，随后又电话联系博雅，假装关心妍希，推荐他们去这家餐厅用餐。这还没完，他故意把和西城用餐的事情写在行程表上，并让手下记下1周事宜，刚好让大家知道他和西城关系不一般。晚上和西城吃饭之后便有了餐厅4人相遇的画面，于是一肚子气的妍希点餐时特意点单数，我要1份沙拉，3份牛排，5杯冻柠茶，7片夹心马卡龙做
饭后甜点。这让有着偶数癖的西城痛苦不已。而这时琉璃明白了点什么，倒了2杯水放在西城面前。到了上餐环节，3份牛排更是没有西城的份。用餐过程中，没有吃西餐经验的妍希被博雅发现。需要我帮你吗？看着西城神情紧张的样子，妍希故意答应博雅。好啊。没想到这时琉璃见缝插针，将自己的牛排分好，递到西城面前，而西城更是在作死边缘试探。南宫，谢谢。这瞬间让本就怒火中烧的妍希更加火上浇油。顾总，我的牛排也给你，慢用。眼看妍希离开，西城赶紧追出去，让处心积虑的琉璃成了陪衬。随后两人在外面斗起嘴来。在你心里，我就是不懂事、任性的。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哪里曲解了？你跟南宫琉璃在一起，我是亲眼看到的。那你还不是跟那个傅博雅在一起？两人都解释他们只是老朋友，得不到满意答案的妍希便动起脚来。更是把西城推出卧室，让他在外面好好反省，甚至连奶奶都骂他活该。好在还是心疼孙子，将客厅的沙发让给他过夜。可无法解决感情问题的西城已经没心思做其他事情，便电话联系司徒求助。结果司徒告诉他，要想获取女友的谅解，只能道歉认错，别无他法。于是，在隔天方案研讨会上，西城做出了一项改动，以后对于个人有功劳的员工都会给予奖励来提高人员的积极性。而他这次的目的其实是，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据我所知，核心创意来源于贺锦熙，这让大家大为吃惊，更让身为研发部的琉璃颜面尽失。于是为了挽回面子，琉璃准备了辞职报告，但却随身带着一瓶精神药。紧接着来到西城这边，将辞职报告信递到他面前，怎料刚好被司徒看见，他赶紧拍下这一幕发给妍希。老大那边有情况，速来相要。这边本以为西城会挽留，结果他却爽快答应，这让琉璃有点失策。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让我离开吗？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我没有逼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你也一样。眼看自己要被辞退，琉璃开始使用苦肉计假装头晕，随后从口袋拿出事先准备的药品，并故意在拧开始时洒落。这时西城发现是精神药，看着西城问自己为什么会吃这个，琉璃便提到以前离开他后，这些年状态一直不好，得了抑郁症。没想到这时妍希得知情况赶来，刚好看见琉璃躺在西城怀里。总裁女友隐瞒身份来公司上班，怎料看见新经理躺在男友怀里，本以为会大吵大闹的她，结果却从司徒手里拿过一枚烈焰红唇号口红，随后推开办公室的门。顾西城。紧接着他走到西城面前，扯着领带，踮起脚尖吻向他。这让一旁耍心机的琉璃气愤不已，回到自己办公室一顿泄愤。厉害呀，贺锦熙。另一边宣告主权后的妍希，该生气还是得生气。结果追上来的西城不但没有反省自己错在哪，反而说他不应该在公司这样，毕竟琉璃是他的直属领导，工作方面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这话让妍希哭笑不得。顾总，这些话麻烦你留着教育南宫总监吧，我这个小小的组员不配。让西城没明白的是，感情和工作不可以相提并论，毕竟妍希来公司的目的是按奶奶的吩咐看住他，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此加剧。有他在的地方，妍希都会立马离开，看得奶奶都想抽孙子2下。与此同时，眼看西城和妍希感情越来越深，琉璃内心100万个不是，决定利用明天超级月亮为话题，来勾起和西城的往事。原来5年前他和西城是大学同学，就探讨过超级月亮。曾经我和某位朋友约定一起观测月亮，只可惜并没有实现，并打算通过这个方案在观月这天和西城一起探讨。不等西城拒绝，琉璃就说这个方案很重要，一定要在那天一起研究。然而等他走后不久，西城就电话联系了司徒。司徒，帮我做一件事情。于是到了隔天下班，妍希就收到好友安安的电话，让他去这个地方找他。可来到这里却不见安安的身影。就在他焦急万分之时，地面的灯泡突然亮起，原来是西城给他准备的惊喜。顾西城，你搞什么啊？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忽略了你的感受，因为南宫的到来，我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我忘了你其实一直在做代言主播。西城的诚恳道歉，加上制造的惊喜浪漫，让妍希暂且原谅了他。另一边，迫不及待想要和西城观月的琉璃，却发现西城不在办公室，打电话也不接，最后才知道安排了其他人和他探讨。今晚天气预报还说今夜多云，怕是见不到超级月亮了，所以我只能陪南宫总监在设计稿里看到了。
有个总裁男友有多幸福。这边妍希还没工作完，就收到男友西城的信息，让他来办公室一起吃夜宵。然而就在他前去的路上，刚好遇到新经理琉璃。你就不想知道我和西城到底是什么关系吗？没想到妍希根本不想搭理他。我是他曾经爱过的人。即便妍希早已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可从琉璃口中说出来的那一刻，他还是感到不安。你以为住进了顾家就会是他一辈子的身边人吗？西城藏在心底的那个人是我，不是你。面对琉璃的言语挑衅，妍希整理好当下情绪，反击道：西城心里的人是谁，只有他自己知道，并且你们之间的事情，西城会告诉我，用不着你和我提起那些往事。另一边，西城久久等不到妍希上来，便准备打电话联系，结果刚好看见他走了进来。就在西城拉着他去吃夜宵，发现女友面带愁容，脸颊滑落出泪水，他托起妍希的脸庞，询问她怎么回事。如果南宫琉璃是你的前女友，请你处理好和她之间的关系，再来找我。此刻的西城才知道这当中有什么误会，于是他主动联系了琉璃，明天见一面。而琉璃为了预防妍希会破坏这次约会，便故意安排他去郊区材料厂核对材料。等到了晚上见面时间，琉璃穿着以前西城送的衣服，可结果西城敞开一切告诉他，以前送的衣服和手表其实都是大家合资一起送的，从以前开始我就没喜欢过你，所以不要误会我对你的感情。可琉璃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另一边公差结束的妍希准备打的回来，怎料疲惫的他一上车就睡着了，等再次醒来发现路线不对。是回城的路吗？您稍安勿躁，我不会伤害你的。等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就立马送你回去。此刻的妍希才知道是有人想害她，她用力拉扯司机让车子停下，自己则趁机会逃跑，并快速电话向安安求助。而司机也并没有想伤害她的意思，只是想暂时把她困在这里。可害怕的妍希无法冷静。另一边得知妍希出事，司徒在安安的告知下找到西城，并把详细情况告诉他。看着西城离开琉璃还想阻拦，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又是你安排的吗？是我，都是我，全部都是我。慌里慌张的西城赶紧电话联系妍希，让他把定位发来，自己会赶去。可就在这时，司机也找到了他，听到里面妍希的喊叫声，西城也开始紧张起来。不过好在妍希躲进了货架下面，他捂住口鼻不敢出声，但最终还是被司机找到。原来你在这儿啊！就在妍希不知如何是好时，远处的灯光突然亮起，竟是西城找到这里。女生打专车未看车牌，怎料上错了车，回过神才发现路线不对。这是回城的路吗？您稍安勿躁，我不会伤害您的。等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就立马送你回去。原来司机是受人之托，在约定时间把他拖住。可受到惊吓的妍希却很害怕，一边电话联系朋友，一边找地方四处躲藏。可最终还是被司机发现。就在妍希无路可逃时，周围的路灯突然亮起，男友西城逆光下赶来，吓得司机本想解释，如果你再敢上前一步，我让你下半辈子失足牢饭。司徒。随后西城来到妍希这边，俯下身子赶紧安慰她。而就在这时，一旁的箱子突然倒塌，他用身体护在妍希面前，承受所有的痛苦和伤害，却为了不让妍希担心，强装无大碍。之后又抱着受到惊吓的妍希回家。而妍希也知道西城肩膀肯定很痛，于是拿来药箱帮他涂药膏。看着红彤彤一大片砸伤，妍希此刻才明白，原来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到了休息时间，由于之前的经历让妍希无法入睡，便希望西城可以躺在身边陪着，等自己睡着了他才离开。结果一觉醒来发现躺了一宿。走。走。睡得好吗？特别好。这时的妍希发现竟枕了西城的手臂一宿，询问他手疼不疼。男人嘛，哪有这么容易痛来痛去的？你先醒醒再起床，我去给你准备早餐。实际关上门来到外面，手臂麻的都感觉不是自己的了。此刻还沉浸在温馨中的妍希突然接到陌生电话，竟然是多年前抛弃母亲的父亲。得知锦溪和花颜总裁在交往，便电话联系让他们回来看看。可父亲不知道的是，妍希和锦溪换了身份，实际是妍希在和西城交往。为了不让父亲来公司找他们，妍希只好带西城过去。可就在妍希喊出父亲时，爸。父亲的脸上却露出微妙的表情。随后他们来到屋里，西城发现房间里并没有妍希的照片，意识到他和父亲关系一定不好。而这时妍希的父亲打算合个影，结果妍希立马起身反对，后妈好话说尽，妍希都不敢照。锦溪说了，他不想照。行，那就不照，不想照，不照。
眼看合影不成，父亲又叫女儿去屋里，说有东西给他，结果拿出一份投资合同，希望女儿帮忙让西城签下，言下之意就是要钱。可妍希不打算这么做，于是父亲便告诉他，有些事儿啊，我本来不想把它说破的，但是看来今天你非得逼着我要把那些事说破，是不是？你要干什么？妍希抛弃妻女的父亲发现女儿绑上了霸道总裁，结果一见面看出是小女儿假扮的景熙。原来父亲之所以识破，是因为景熙从来没叫过他父亲。而就在这时，西城准备进来，父亲赶紧把合同塞给妍希。进屋的西城没有过多言语，将妍希带走，父亲只能等待下次机会。隔天是西城的生日，妍希准备了一桌好菜等西城回来，可就在插上生日蜡烛，他忽然发现没有点火的东西，于是便在房间寻找，在抽屉里发现一个盒子，打开后发现竟是西城小时候和另一个男孩的合影。谢谢，你在。然而就在西城看到地上的东西，他神情凝重，让妍希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他，他赶紧俯下去捡。你为什么要碰那个盒子？妍希立马解释不是故意的，只是在找点蜡烛的东西。可结果西城却发火，让他立刻出去。妍希则询问他怎么回事，更是想到西城偶数痞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些照片，希望他告诉自己事情的缘由。然而西城并不想告诉他，这些事情已经扛在我背上整整20年了。我宁愿每天受尽他们的煎熬，我不希望任何人跑过来跟我说：“你把伤口揭开吧，我可以替你承担。”我不需要，我自己可以，完全不需要别人帮我。然而妍希却提醒他，如果现在不解开这个心结，那么偶数痞将会在以后的生活把你的身体打垮。那就让他垮掉，死了就好了。或许是刚刚对妍希的吼怒，西城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结。原来照片里另一个男孩是他的哥哥，20年前因为自己贪玩，导致哥哥为了救他而丧命。这答案满意了吧？满意了吧？他狠狠地将蛋糕甩在地上，愤怒地走向卧室，留下伤心绝望的妍希舔舐伤口。他一个人低落地走在路上，刚巧被博雅看见，可锦屏怎么呼喊都得不到回应。停好车再来找他的博雅，发现妍希已经不见了，打电话也没人接听。原来不知不觉中，妍希来到西城给自己惊喜的地方，蹲坐在一旁，像个无依无靠失了航的小船。另一边，博雅害怕妍希出事，电话联系了西城，质问他今天有台风，为什么让妍希一个人在外面，而且还来海边这种地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一定不会放过他。担心中的西城立刻挂断电话，拨打妍希的号码，结果处于关机状态，这让西城立马慌了神。他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地方就是那里，便快速驱车赶去。此刻天空突然下起大雨，雷鸣交替，吓得妍希害怕的蜷缩起来。就在这时，西城撑着红伞出现。终于经过这次事件，妍希的出现让西城决定以后会和他一起克服心结，诸多的矛盾和误会也在这一刻得到释怀。